亲爱的刘全友你还能不能干点人事啊？你3天2头往市里跑，口口声声去讨债你就会给我讨一个哈巴狗回来行，你真行。这可不是一般的哈巴狗，这是京巴，是名狗。这要不是我抢得快，连这点债权都没了。来，季书记，你快好好瞅瞅，这可是纯种的狗啊！你看看，它叫蛋蛋。抱走！往哪儿抱啊？抱你们家去！第一回多少钱？你给我交多少钱？嘿，我上哪儿有那么多钱去？你季书记，你可别看这狗小啊，那它可以抵了3000块钱的账呢。什么？3000块钱？刘全友你个卖国贼，这小玩意儿值3000块钱？你去死吧！上吊跳河，就当我没这个镇长。哎，季书记，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呀！上吊投河，我要是真能把平岗镇经济弄上去，那我也愿意做出这个牺牲。问题是牺牲了我刘全友，你以后也更困难了，想发个火都找不着主。全友你还知道咱们困难吗？你说说，老干部吃不上药，农中的老师吃不上饭，债务几千万，你说我急不急？是。你怎么能给我抱一个3000块钱的狗回来呢？这不是没办法吗？但凡有一点办法，我也不会抱人家的狗回来呀。那是小段知道，他跟我一块去的。那当时就为了抢这只狗，我跟那湖山的女债主差点都没打起来。就这么个小玩意儿，他要是条狼狗，能看家护院，他有什么用啊？哎，季书记，要不把这只狗送给那个老革命陈福田得了？贺市长现在不是在那蹲点吗？咱怎么着也得好好哄哄那老爷子，万一以后让他贷个款什么的呢？你说呢？这是个招。来，抱着跟我走。怕什么怕？这也算咱们扶贫济困的小工程吧。工程师不大，哈巴狗工程嘛。季书记，这也正是你上任后的这个工作思路嘛。从小处做起，从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做起。问题是陈福田需要哈巴狗老爷子，你知道这叫什么狗吗？这叫京巴，是条名狗啊！原来的市场价一条要1万多块钱呢。那可不，当然价格现在下来了，但是一条起码也要2、3千块钱。这是一条纯种的母狗，1年下1窝，1窝呢至少要下2、3条，你算算这是多少钱起码要5、6千块钱。哎呀，这1年要是5、6千的话，那3年。那你老子不成万元户了吗？这如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这狗打哪儿弄来的你们？讨债讨来的。那个花建设不是给我们这个拉下饥荒了吗？也留下点小小的债权。你看这狗吧，它就是那个债权。折价算咱们3000块钱。多少？3000。抱走。我可没那么多钱给你们。哎呀，谁说管你要钱了，老爷子？我不是说了吗？这是扶贫工程我是这么想的这狗呢，你要愿意养呢，你就自己喂；要不愿意喂呢，就交给全友和他老婆来喂。当然要扣掉一定数额的这个养育费了。但是挣的钱可都是你老的。这主意不错。那就让全友抱去养去吧，反正我操不了这心。陈大叔这个镇上的这个闲心您老还是得操你看这花建设，他不是给我们欠下了几千万元的账吗？是不是？弄得我跟季书记俩连那打井的钱都没有陈大叔你看能不能给我们贷点款呢？不用找省委钟书记，就找那贺市长就行了。对，他不是跟那个谁李行长熟吗？对，这说着就来了吧？我就知道你们俩小子找我来没好事儿你们借人家钱什么时候还过人家家国是刚上任就想坑人家，我看
你们还是吃你们那个砍林罚款的钱吧，啊，又好吃还不用还钱，就怕吃了不好消化。哎呦，老爷子，你说这话可有点不太讲良心了。镇上啊是欠了不少钱，可哪一笔是我和全友欠的啊？提起这事，我恨不得一下掐死花先生这个狗东西都。哎，行了，别说了，我看你们俩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把这个万元户你给我抱走啊！我不穷，用不着你们来扶贫。陈大爷，这家国这狗娃子来了。我说老爷子，你当着贺市长面，你可千万要嘴下留情啊！陈大爷，过来了。哟，贺市长，书记、镇长都在啊。贺市长啊，那好。哎，往后你这车呀，给我停远点，再吓着我那鸡。好，以后注意，注意。强国，你说你放了那老板不好好当，当什么市长助理，你就不像当年你爹那么清高，人家放着校长不干，专心搞他的研究，你说你一个教授的儿子，你怎么也成了官迷了呢？你就有老钟那个道行。老爷子，您怎么又提这个？上回我把您请到公司，不就都跟您谈透了吗？我呢，这回想为老百姓干点事儿了。要都清高，您的日子就不好过。老钟就看着你能成，我怎么瞅着他差点劲呢？那您老行啊？人家钟书记怎么没请您老出山呢？这个我们老爷子不是年龄过了吗？对了，家国，你给我那个半导体不响了。哦，对，在这儿。你等会儿啊。这么大一个我给您看看眼。还是个电视机呀！哎呀，来，瞅，送给我的。这是我吃饭的家伙，不能送给您，这才是送给您的进口货。哎，陈大叔，来让我看看。老爷子，这个叫电脑，咱们平岗镇的所有的情况我都输进去了，您老的情况我也输进去了。这玩意儿只要一通上电话线，上了网，全世界所有的新信息都能查得到。您说，您想知道什么吧？那个，有没有让那个鸡多下蛋的信息啊？我想让我那鸡一天下3蛋。老爷子，你说的这种鸡，恐怕科学家还没研究出来呢。不过这思路倒挺好的。老爷子，我这暂时没有，我过2天帮您查查啊。老爷子，你们镇这个书记、镇长，你对他们俩怎么评价呀？老爷子，有啥你就说啥啊。陈大叔啊，跟你一个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官迷。跟我一样就好还算是比较好的东西。行了，咱们赶快走吧，待会儿老爷子不定怎么骂咱们仨呢。老爷子，我走了过2天再来看您啊。这是啥？来，请说的。真是这把我这也拿走了，这是忘了，顺手牵羊。老姐，全友，真不错，真不错，有这么好的办公条件我看一般的县也不一定有你们这个水平是，所以不能只看到困难，得要看到自己的优势现在这个税费是收不上，工资是发不上这是事实。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起飞条件也是事实哎呀，贺市长，你可不知道就那花县长那都把我们坑死了。怎么我们又发牢骚太多断肠子。贺市长主席说的。贺市长，你看问题他就有辩证法。我们听你说话就像听党课似的。真的。
你要从外观这个条件看呢，条件是不错，但是我们这个镇这个资金呢太紧张了。你要是能给我们贷点款，那就更好了。你既然来抓我们这个点儿，你就得为我们这个镇的经济起飞呀，助推一把呀。就是，贺市长，您要是不推的话，我们不好飞呀。这个忙我一定帮。哎，可以用这个大楼抵押贷款。大楼？这么好大楼怎么抵押？他是已经抵押过了吧？没有，我们根本舍不得。黄主任说他待会儿给你来电话。大班长，哟，好钱，这市委常委会也该开了吧？是，怎么坐不住了？你早点定盘子，我可以早点干活嘛。是，来，正好来。我正想跟你仔细谈谈，关于时代大道的预算能不能再压一压？大班长，再压那还是啥干头啊？那就没有必要作为我们这些班子的政绩工程去拼了嘛。是不是在常委会上意义再定？常委会还是要尽快开，要开就开好，把大家思想统一起来。这些日子我也想了很多，觉得当务之急不是要抓时代大道的这项政绩工程，而是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我这里起草一个稿子。我去办。好。这个准备在常委会上大家敞开来谈，你看看，提点建议。至于时代大道，只要有能力，我们还是要尽快上。不过，我有个人意见，不要把它作为常委会的主要议题，尤其不能把它提到政绩工程上来。讲政绩没错这个看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是不是合格，政绩也是一个衡量的标准。这比过去单凭上级领导干部，凭他的印象凭档案提拔干部是个历史性进步。不过我们搞事情往往走向极端，政绩工程不能走向极端这样就起副作用了，老百姓就会反感。我们考虑问题多从老百姓角度考虑考虑。尤其我们的宗旨就是一句话：为人民服务，你说是不是？你要来抓我们这个点儿我们真是可看到希望了。高兴。所以你要能给我们带来几个好项目，那就更好了。好，这个事儿我会留意的。有什么好的项目，我一定给你们留意。好吧，老季现在咱们这个硬件是上去了，软件一定要跟得上领导作风要有个根本的转变。在这个民主市政上，能不能给这个中江市的这个各乡镇起一个模范带头作用我做你们的后盾。可以贺市长，你指示我们就执行这个咱们不能把政府办成衙门。这些年来我去过不少国家，也算是见多识广吧。是你看这个外国人的政府，他有一个为纳税人服务的这个意识这个群众到政府来办事儿，有茶喝，甚至有的地方有免费咖啡提供。咱们是人民的政府，这资本主义能做得到，我们就做不到吗？你说呢？贺市长，这咖啡我都没怎么喝过。对不起，我太主观了。现在咱们的经济条件是不允许这个咖啡暂时是供应不上的。那来杯热茶，递条毛巾，这总能做得到吧？咱们这样做了，农民兄弟来办事，最起码有一个温暖的感觉嘛。贺市长，我看贺市长说的太对了，咱们呢就按照贺市长的指示试着办起来，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也一举能改变我们镇党委和镇政府的形象。好，我对你们俩有信心，我希望我下次再来的时候，你们这儿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是贺市长，我听你说话我就特别兴奋，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好吧，您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怎么没什么可说的？畅所欲言嘛。在常委会上，你提出不同看法，大家可以讨论。那行，那我先吃到你的讲话精神再说。啊，大班长，有个事儿我得问问，这田壮达到底还是给抓到了？啊，在泰国正在办理引渡手续。这案子风声太大，老百姓可是议论纷纷。大班长，这事你可不能含糊。腐败老百姓是最反感，这不是政绩工程可以比的。政绩工程就算是搞错了，就算是老百姓骂上几句，老百姓心里还是可以理解的。你这是其人之道，治我其人之身啊。哪里，我这只不过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问题。是啊，田壮达的案子，我们一定要一抓到底，绝不让老百姓失望。绝不。怎么这几天净好事呢啊？哎，这样，你说咱们这口井也有希望啊？看来呀，这杨博士啊就比土县长强，你承不承认？我跟你说，咱们呢就按他的说的执行，首先得给他留个好印象。贺市长那一套行吗？怎么不行？他还要上咖啡呢。咖啡不让他闭了吗？现在就是茶桶和毛巾吗？这还不好办，马上就得办。那一个新茶桶得300多块钱呢。死脑筋，买什么新的？把会议室那个茶桶搬到大厅来不就完了吗？呵，买新的，连买茶都不用买，到咱们茶厂要点茶梗、茶叶末，就那么个意思呗。说白了，就几条破毛巾，要粗的。粗毛巾？哎，那怎么的？我告诉你，你现在就办，别一会儿再忘了这点小事儿。哎，对了，我还想啊，刚才我就想到了，就是说咱这个大厅啊太空，我想布置布置。你能不能让小段啊写几条这个干部行为准则，看看把它布置在哪儿？是，那我得弄个镜框，这像个样儿。什么镜框？镜框多贵啊！不是，就那么个意思。我去了啊。哎，毛巾买便宜的啊。小段啊。今儿这么闲着啊？来，赵省长，你可是个大忙人呐。这酒行吗？行，五粮液还要什么酒啊？还要点什么菜啊？不要了。哎，所以你上去看电视吧，好吧？好，你们俩啊。哎，等等，我忘了给女儿打电话了。你忘得了，我忘不了。好，赵省长，你们俩。哎，好。你今天怎么想起进我门了？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你一定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跟我直说吧。东妈，这样，我呢先跟你表个态啊。田壮达的案子如果牵涉到刘如如，你们完全可以公事公办，我绝对不会有任何意见的啊。但是这个办案权一定要掌握在中江市，也就是说要抓在你的手里，你明白我意思吧？你对刘露露已经公事公办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东妈，你不要糊涂啊！我总觉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老是在利用这个案子做文章，想把中江的水给搅浑了。万一办案权到了他们手里啊，非给你整出一大串的什么串案、窝案，你信不信？到时候怎么收拾啊？哈哈，到时候那要成了你我的伟大政绩嘞。陈仲成这个人，办案权交给他我不放心。唯一一个知情的犯罪嫌疑人，在公安局拘留所里自杀了，于英同志意见很大。是啊，陈仲成也跟我说了这事儿，他自己还觉得挺委屈啊。现在正在严厉的追查责任人。哎，要不这样吧，你要是对陈仲成不放心啊，你可把周玉英调到去一块儿参加调查。老领导，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对刘露露心里有没有数啊？你跟我交个底，她会不会被卷进去？哎呀，这事儿我怎么跟你说呢？我对刘露露教育啊，可以说近乎严厉，既有约法三章，又有4个原则啊。只能这样说吧，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哦，那好，那我心就放下了。我这心放不下来啊！这个办案权的问题，害得我几个晚上都没睡好觉。你想那么多干嘛？省里还没提出办案权的问题嘛，是吧？季书记，这可是最便宜的毛巾呢。好，哎呀，不错啊，有点民主施政的味道了啊。哎，我说全友啊，我想咱们有必要在会上得强调一下，农民兄弟来办事儿，必须得首先递毛巾、递茶啊，别哭丧个脸，跟死了人似的。季书记，你别搞那么复杂了，他们能对老百姓微笑一下就不错了，我恐怕他们连这一点他都做不成。怎么？哎，小段啊，你这些准则里有没有这条？有，季书记，第13条就是接待群众要热情，要面带微笑。你看看他有这条啊，我只怕他们都不会微笑。那好办，咱办个微笑学习班，都让他们来学习微笑。哎，学不会微笑的自动下岗，也减轻财政负担。老领导说句心里话，我也不轻松啊。过去你一个书记，我一个市长，咱们8年搭档了啊。中江市出的什么样乱子没咱们责任啊？所以这次我在市常委扩大会上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认领失误和责任，不推不赖。哎，我说东方，你这是干什么？谁让你去认领什么责任了？这不认领是过不了关的。我可提醒你一句啊，现在的局面已经够被动了，你可千万不要再去干什么掘祖坟的事了，好吧？啊，老领导放心，我只谈自己。那你说说，你准备在常委扩大会上都谈些什么？很简单，就一个问题，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不是负责？过去负责了没有？以后怎么负责？只说道理，不搞个人攻击，为了统一大家的思想。哎呀，好了，你要谈，那你就谈吧。但愿你美好的愿望能够达到美好的目的，啊。哟，这是圆圆吧？啊，可不是。哦，越长越漂亮了，在北京念书啊？啊，那不是人大吗？2年级了。哦。季书记、刘镇长，现在市面上又有一种镜框，价值40-50块钱，我看成本最多也就5块钱。咱们镇上不是垮掉那个木器厂吗？要是专业搞镜框，不也是一条生路吗？只要形成规模，就有效益。你看看我们小段，都知道规模和效益了。你干脆去当那个抓工业的副镇长得了。小段啊，我觉得你小伙子有希望啊！就是我和刘镇长不用你，我相信将来也会遇到伯乐提拔你的啊！季书记、刘镇长，不行你们研究一下，就让我回村里吧，别把我窝在这个乡镇机关里了。哎，小段儿，我可警告你啊，你是我接来的，你别老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啊！我不就是想干点事儿吗？我已经拿到了经济管理的大专文凭，现在还得自学本科，成人考试我都通过4门了。你们领导就是不信任我，年轻并不等于不能干事儿嘛。你别激动，我说小段啊，你的这些情况你从来没跟我说过啊。那个，我看呢，将来有机会，
如果有合适的位置，可以考虑这小伙子。哟，陈家国，你来的可真巧。哎，这老丈人刚走。我是等他走了我才进来的，外边可真够冷。咱应该喝点酒暖身子来了。哎，好，快，冻这样啊！喝一口。哎，首长，你们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呢，还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呀？哪那么多事儿啊？我和他，我们很坦率的交换了一下意见啊。来吧，你到平岗蹲点给我说说，情况如何？平岗镇还真不错，啊，政府大楼很气派啊。气派什么？那是借钱盖起来的，产权在银行了。啊？怪不得他们舍不得抵押贷款呢。他们林场的情况更糟糕，大吃大喝成风，乱砍滥伐。我正让林业局去查出他们的。哎，他们汇报说，这个基本国策抓得很不错呀。家国呀，所以呢，我说你要了解中国的情况，你先要了解乡镇。你把平岗镇了解清楚了，中国的国情也就了解了。首长，看起来我是很不扎实，不过你放心，你这些话我都记住了。行，咱不谈平岗镇了，先谈谈常委扩大会吧。扩大会马上要开了，你被扩大进去了啊！我今天跟你交个底儿。同志们，这个常委扩大会推迟了1个月，今天终于召开了。这会期一推再推，这个原因很多。我想不少同志恐怕心里都有数了，所以我们的议题就没那么单纯了。新时期的规划我们要好好讨论，那么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也要一一透。我希望这次大会能够真正体现党内民主。东方同志这开场白好像话里有话嘛。我看呢，这位老好人怕是护不下去了。那么上午呢，我先做个发言，回顾历史，总结一下经验教训。董主任，李东方这个报告可是用心良苦啊，宁肯委屈了自己，也不愿意扩大矛盾，把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也太不明智了，欲盖弥彰嘛。都是中江的老人了，中江的事谁不清楚啊？就是，国际工业园引进了那么多的垃圾企业，还有中江新区套住的那300个亿，哪一个是李东方的决策嘛？直接责任人应该由钟明仁、赵达公来负，对，他们是主要决策人嘛。对。中午大家都休息好了吧？打起点精神来啊！今天下午主要讨论李书记的报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讨论之前，我想说几句啊。中午休息的时候，有些同志们在议论，有的同志为我抱不平。就这一点，我想补充谈一谈关于民主决策的问题。我请大家重温一下党章。党章哪一条规定189有决策权？没有。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行使了这个民主权利了呢？我们在讨论某一项关系人民利益的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是看这个决策的科学性，还是看一把手的脸色呢？在这里我做一下自我批评，我过去是看一把手的脸色行事的，我没有看这项决策的科学性，也没有看老百姓的脸色。因为一把手在下了决心以后，我们就全然顾不上了。我今天不是想开脱什么，我只是承认一下自己的责任。我先说明中江市的前几任领导大部分同志都是很开明的，他们的民主作风也深深的影响了我，所以我希望今天咱们的常委扩大会能够真正体现党内民主，在中江市
新世纪的规划当中，大家畅所欲言，骂骂娘也不妨啊。在常委会上骂骂娘，你比决策失误以后老百姓骂娘那好得多得多。那好，大家畅所欲言，谈起来吧。东方同志，我看你就是有顾虑吧。名人达公同志有什么良好的民主作风啊？名人同志是我省改革开放的主帅，他是有大功劳于我们中江市和边西省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就是我们这位主帅同志也比较专权，多霸气少民主。当年上外环路的时候，拎着组织部的公章，说免谁就免谁，在中江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就是这种霸气，造成了沿路的闭塞。国际工业园决策引进电镀层时，吓得环保局长不敢说话。名人同志决策用人，缺少民主精神。达公同志在干部人事问题上的决断，远胜于钟鸣人。田壮达就是他任用的。我看他要对投资公司大案要案负主要领导责任。方老，您过去在达荣同志手下当了组织部长，对这两位情况比较了解，是不是也谈谈？好。荣主任的意见我赞成。我们的组织部不能成为一把手的组织部，用人权操在一把手的手上，危害太大。一把手的素质好，算是组织有幸，百姓有福；素质不好呢，竟用田壮达这样的人，老百姓就要遭殃了。同志们，看看中江的现实吧，市投资公司接连烂了2套领导班子，10几个副书记以上干部，至今还不能搞利索。鸿丰公司怎么会在我们的中院败诉呢？这场官司没有鬼才怪呢！竟有这样的人，他赵达公怎么想的？有没有私心呢？好，方斌同志，今天咱们在这个会上就不议论咱们上级领导，好吧？不过我想就几个话说2句，就是我们不能说钟书记和达公同志在用人问题上有私心今天家国在这儿，我就拿家国的事情举个例子吧。当初达公同志为了避嫌就没用家国同志，是吧？这能说明什么？说明赵达公大公无私。贺家国这个博士同志有胆有识，为什么不用他呢？事实证明，他这个市长助理干得好，一上任就把鸿丰公司的官司抓起来了，大得党心民心嘛。尤为可贵的是，家国同志讲原则、讲良知，对事不对人。我看呐，也就是家国同志敢捅这个马蜂窝呀。家国同志啊，你要有思想准备了。照你这么干下去，包括赵省长都不会喜欢你哟。哎呀，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现在没这意思了，现在没办法，你不能堵住大家的嘴。好，接着说吧。我是想通了，这一届政协主席干完，我就彻底下来，谁我也不在乎。今天我就发个狠，把句硬话撂在这儿，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职位多高，官多大，只要是涉及到你的事儿，你就得说清楚，你就得对党和人民有一个交代。对不起，我说几句。方斌同志，你是不是在逼宫啊？逼宫？忠诚同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在这种讨论重大问题的场合里，不要发泄私愤。谁都知道，你的组织部长是达公同志给调下来的。谁都知道，达公同志是推荐了东方同志，而不是你方斌同志做了市委书记。你的怨气很大吧你？
陈队长，你不也是抱着赵达公的粗腿上来的吗？对不起，老陈、老方，你们还是冷静一点啊！咱们要就事论事，对吧？这个，冷静一点。历史的教训不总结是不行的。东方啊，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赵达公的失误责任要谈透，名人同志的失误责任也要谈透。当年往国际工业园引进电镀层的时候，我就当面向名人同志提醒过，他不听，口气大得很啊。什么3年迈出了2大步啊，什么招商引资又有了新的突破啊。方主席，你怎么现在又盯上周书记了啊？怎么叫盯呢？钱市长，东方同志都承认国际工业园后期决策错了，你这个新市长还不承认，还遮着掩着。我们大家一定要学习东方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该自己认领的错误就主动认领吧。老方啊，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今后少犯错误啊。过去的事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咱们回到现实吧。啊，下面我们请樊兴同志，为我市新世纪的规划，重点发言，大家欢迎。啊。老赵，你们都听说了吧？李东方的报告让秘书要了一份仔细看了，看了3遍，所以你不要再说了。这么些年过去了，一些同志的长处和短处也都看出来了。实事求是的说，东方同志副手一直做得不错。可这个同志啊，独当一面的能力和魄力也确实是差了点，最终把他推到中江1把手的位置，我是准备担点风险的。现在看来，可能是有点感情用事了。你要说什么？你说。没什么，周书记，您说，您接着说。我说，我还能说什么？市委书记做了半年多了，市人代会也开了2个月了，到现在还在东张西望，连个跨世纪的发展规划都拿不出来。我急他不急，不知道一天到晚想些什么。今天可好了，魄力一下子大起来了，不要历史了，不要辩证法了，否定一切，老子天下第一。东方啊，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探索啊。既然是探索，那就难免会有失误。我们这样一个内陆边缘省份的市级领导，难免也会有失误的啊。更何况，我看中江新区那不能算什么失误，一座新城摆在那儿的嘛。都不要再比驳前人了，东方啊，我们是老搭档、老朋友，我呢又人微言轻啊，我可以不计较，只怕中民人不会没有态度的吧？周书记，这跟李东方共事实在是太难了，你急得浑身冒烟，他一点都不着急。哦，就说这次常委扩大会吧，愣是拖了1个多月才召开。您当初设计的时代大道，我一上任就开始抓，可是到至今还不知道他李东方到底什么态度。他还打着您的旗号，说是您不主张把盘子搞大。范兴啊，这话要说清楚啊。时代大道的摊子是不能铺得太大，中江新村那个决策错误不能再犯了。好，我要声明一点啊，今天我们是聊天啊，
他那是个人意见，不代表省委啊。是，你别误会啊，不要以为我要把东方同志赶下台，没这个意思啊。我这个老同志要给他补台，你这个市长也要给他补台。你要是拆他的台，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啊。那当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改革开放的大局为重。这个我知道，您放心。时代大道可以上，要尽快上。但是不能增加社会和企业的负担。那么资金不够怎么办呢？我也想了一想，私下里给你们做了做工作。卖掉外环路。卖外环路？根据我摸的情况，可以卖10个亿。10个亿？搞得好的话，可以卖10个亿以上。哎呀，钟书记，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谢我干什么？我这个省委书记不是摆设，也要给你们解决实际问题。这解决大问题了。东方同志说国际工业园是我的决策错误。我问你，国际工业园的污染情况你调查过没有？到底有多严重啊？究竟是监管不严的问题啊，还是其他什么问题啊？好，钟书记，这还用说吗？这就是监管不严的问题。为这事儿，我们要少批评我们的环保局和园区管委会。当然，我这个市长呢也有责任。至于说到污染有多严重，我看话不能这么说，这个得实事求是。所以我说东方同志是乱放炮嘛。重视环保本身没有错，要从思想上真正重视。对，那你回去以后啊，和东方同志都要给我好好学学环境保护法。这里我有个具体要求。这个环境保护法，你和东方同志每个人都要给我读3遍，分管的同志要读5遍。每个涉及环保的部门都给我送一本过去。这个不要急，这我已经批到东方同志讲话稿上了。你回去让他着处吧。回去以后，你再给我带回2句话。第一句，改革开放20多年，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要珍惜。第2句，中江市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比较多，干部队伍就要比较复杂，希望他对一些问题表态的时候要慎重。东方，你不用解释了啊。被某些人骂几句啊，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要做事情就得被人骂，这很正常。可是不正常的是，有些人别有用心，捕风捉影的事情都栽到我的身上。东方，你知道我是怎么得罪方兵的啊？你心里很清楚。可是你怎么能容忍他在会上大放厥词，居然没有个态度？我问你，这叫什么民主啊？老领导，你知道，方兵不但是对您有意见，对我也有看法。东方同志，我告诉你一句，只要这个大民主的磨平一打开啊，只怕以后你们什么事都干不了了，中江的乱子会越闹越大的。我是想请大家献计献策，解决国际工业园和新区的问题，没成想搞得这么尴尬的局面。哎，算了，这些失误的话不要说了。还是引导大家多提一些建设性意见吧。哦，对了，关于新区啊，我搞了个调查研究。你看看我写成材料怎么样？找什么呢？是不是这个？偷着抽。不要了。算了，有时候还是抽吧，少抽点啊。
哎，给你们煮只饺子呢。啊。哦，真好。哎，首长，你看，少说两个。我是这样想的，这个咱们能不能把沙洋县啊，给它挪到新区去？正好利用上新区这块闲置的土地。沙洋县政府也有了一个能施展的个天地，这是个好主意啊！是，主意不错。可是得罪人呐，啊，要得你像沙洋县的干部，他要骂娘的，还有你老丈人，他能不能理解啊？你管他理解不理解，咱们认定了就去做。我看这个事儿啊，可以列入到新世纪的发展规划里去，就是得先广泛的征求意见。这还真不错。你这么你拿回去看看，好好好研究研究，完了以后咱俩商量一下。啊，来，让开。好，哎呦，尝一下啊。辛苦，苏云同志，辛苦啊！家伙别看了，来吃。这是什么馅儿的？来，韭菜猪肉的，尝一下。哎，脏。中，我看过。怎么样味道？我倒点饺子汤去啊。不错，真有点饿。钟叔叔，听说您进了疗养院了。先别说我，小果，上边人向我反映，说你这狗啊，脑袋不是人脑袋，是个什么脑袋啊？你个脑袋里装的不是浆糊吧？钟叔叔，我要说我这脑袋里装的是才华和智慧，您就该说我狂了。就算是火药吧，我现在就是一杆枪，四处开火，激起官愤。你是谁手里的枪啊？我反正不是您手里的枪，您看不上我。你就是你，谁的枪都不要做。要记住，最终解决问题不是靠的你这杆枪，而是靠使用你这杆枪的人。有一天人家不愿意放了，你就得刀枪入库。哎，你父亲的书稿整理的怎么样了？我抽空在搞呢，就是没有时间。当了助理之后啊，我都忙昏头了。尤其是现在，常委扩大会刚开过，再忙也不要昏头，抓紧时间把它整理出来。我再抽空写个序，结合历史谈一谈边西精神。边西精神就是金戈铁马下洛阳的精神，就是拼搏进取精神。李书记在市常委扩大会上也强调过这个精神。别提你们那个常委扩大会了。钟书记找你谈了？是啊，有人在会上点名道姓的骂了钟书记，可钟书记还在替咱们操心呢。钟书记和交通厅谈了，把外环路的经营权卖给了交通厅下属的路桥公司，为咱们筹集10亿资金。时代大道的资金有保证了。很好啊。李书记啊，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大老板当年的决策成果呀。这外环路可是大老板当年硬干出来的。当然。钟书记出手反击，都那么举重若轻，还那么有情义。所以大班长啊，什么党内民主啊，决策失误啊，还有政绩工程，咱们都别再提了。尤其是那个国际工业园，千万别再谈了，自己找麻烦嘛。咱们就谈谈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就谈时代大道，别再跑题了。我也不是要找麻烦，我提倡民主决策，不是要翻历史旧账，我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不过呢，大班长，你也别往心里去。钟书记能这么骂你，就说明对你还是有感情。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张国，我不希望你从政，
你还是干起来了。你要报国为民，这很好。可是这个报国为民啊，要付出代价的。拿我来说吧，改革开放21年，我从中江市委副书记干到省委书记，就没睡过一天好觉，身体也拼垮了。这倒没什么。看着中江市和边西省一幢幢大楼盖起来，老百姓生活也提高了，心里也很满足。有时候也气啊，气什么呢？不是气咱们老百姓，这老百姓啊有权利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你有100件事情干好了，只要有1件事情干坏了，他就有权利骂你。我气的是咱们一些干部，中江市的干部就是这样，一边迈着我的路，创造他们的政绩，一边大谈着我的失误。啊，我失误什么了？我的失误就在于用错了一些干部，用错一个就带出一批。像那个陈仲成，能管政法吗？那个邓双林能当法院院长吗？腐败案子一个接一个的出，他不总结不检讨，倒像掌握真理了，四处批评别人。是，钟叔叔。田壮达那个案子一再泄密，唯一的知情人死在我们公安局的拘留所里。他李东方这个市委书记是怎么把握的呀？那个陈仲成为什么还不换下来啊？还让他管政法呀？哎，这是不是他的失误啊？钟叔叔，其实李书记也很为难啊。他跟我老丈人搭班子搭了8年，事情没到一定程度，他真的下不了手啊。其实他巴不得省里能够下这个命令，把陈忠诚拿下来。这个命令我不下，省委也不会下。我倒要看看这里边还有些什么名堂，看看他李东方还要失误到什么时候。钟叔叔，这你就错怪李书记了。田壮达的案子，李书记一直抓得很紧，正是因为不放心陈忠诚，才让我进了政法委啊。你进政法委，哎呀，真了不起啊！你以为你这个同志是谁呀？是人家的对手。家国呀，别看你是个经济学博士，论政治斗争经验呢，你小学还没毕业。钟叔叔，不论怎么说吧，我觉得李书记不错，他是个好人。家国，你太幼稚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坏人？改革开放搞到今天，真正站出来反对改革开放的坏人有几个？没有几个嘛。跟李东方当然是好人嘛，这用不着你说嘛。26年前我就知道。可是好人也会犯错误啊。你那个岳父恐怕也不是什么坏人吧？可是他干出来那些事儿啊，恐怕连一些坏人也干不出来，满脑子是个人的政治利益，就是没有原则，这很要命的。哦，对了，那个环境保护法你看了没有？你得抽时间看看，别哪天钟书记问起来你还不知道。哦，是我要看几遍，这都有好处。那行，今天就这样，我得回去了，还有一摊子烂事等着我回去处理。好。钟叔叔，没想到今天你能跟我说这么多，我真是大开眼界了。家国，如果你没做这个市长助理，没卷到矛盾里去，这些话我就不会说。就是你做了这个市长助理，有些话按照组织原则也不该说，可是不说吧，又觉得感情上说不过去。你父亲去世以后，你是跟着我们家的孩子长大的，我也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所以今天就跟你扯一扯，吹吹风。家国，
你一定要多思考。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除了不计后果的正义感和报国为民的热情以外，我还没有发现你有什么特殊的政治才华。所以你考虑考虑，这个市长助理还要不要做下去？并不是当官才能报国为民嘛，搞经济同样可以报国为民嘛。钟叔叔，您知道我刚上任不久，有很多事情我还想做。我要是想继续做下去呢？那我也不拦你，但是这种风我不会再吹了。你也别把我当后台，也别来搞我的侦查。干得好呢，我表扬；干得不好呢，我公事公办。有朝一日上当受骗、违法乱纪，我也饶不了你。是，钟叔叔，不是钟叔叔了，是钟书记。是钟书记。哎，平冈镇是你的点儿吧？是。那老陈头怎么样？哎呀，还是那么倔。我今天下午正准备去呢。明仁同志，好戏就要开场喽。我走了啊。最近他们活动的很频繁。王国义，听到回话。请讲。你再多派些人手到机场，给我记住了，除了我们的人，任何人不能接触田壮达，否则我拿你试问。明白。好，赵省长，我正要向你汇报，田壮达已经被引渡回国。对，今天下午3点左右到的中江国际机场，我们正在往那儿赶。我给你招呼打在前头，这次绝不允许再出现任何意外的情况了，既不能让要犯跑了，也不能让他死了，否则我们就说不清楚了，你明白吗？赵省长，您放心，我全明白。东方啊，你多虑了。你想把沙洋县的行政中心搬到新区来，这我有什么不理解的啊？我支持你们的区划调整计划，啊。好，您支持就好。我还有个新的想法，就是用园区这块晒太阳的地方，建立一个移民新区。哎，这个想法有道理，这样既可以减少秀山移民的耕地，又可以把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充分的利用。好，东方，看来你是动了点脑筋的啊！我支持你，你放手去干，放心，我不是名人同志。我听说名人同志还有点意见，找了很多人谈话和吹风。哎呀，这让我怎么说你好呢？当初啊，我一再劝你国际工业园不要碰，你就是不听，还跑到市委常委扩大会上公然把它提出来。好了，这回不是谁在将你的军呐，是你自己给自己出了个大难题。是啊，是出了个难题呀，这球又踢回来了。名人同志让我读环境保护法连读3遍，有点霸道，是不是？那倒不是。好，这话不是你说的，我说的，跟你没关系啊。你呀，就去好好读读环境保护法，连读它3遍，但愿中江的污染问题就能得到彻底解决。你这讽刺我？不是讽刺啊，东方，我是关心国际工业园绝对不要碰。那我就碰碰看吧。王书记，政法委陈书记带好多人来，非把田壮达弄到中江去不可。我们厅长给他打电话，怎么说他就是不听。陈忠诚现在在哪里？
王书记，我要向你汇报一下。他汇报什么？把你们11同志带走，全带走，田壮达交给省厅羁押。王书记，这不太合适吧？田壮达这个案子一直是我们市里在办，省里这么不顾一切的抢功劳，这不合适。这怎么是抢功不抢功的事情呢？小王，给我登记带人。是什么命令？是。守住舷梯，守住舷梯，任何人不能登机，任何人不能登机。陈局长，你太猖狂了你！王书记，我跟你说过，我要向你汇报一下，田壮达这个案子是个大案要案，我们中江市委一直很重视。我作为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侦破此案是我神圣的职责。你还知道你是市委常委？你这个市委常委，在不在中共编系省委的领导之下？当然，个人服从组织，我听从市委市政府。行啊。哎，这个啊，我接个电话。喂，陈忠诚吗？什么？好，我知道了，你等一等，让我跟东方同志商量一下啊。陈忠诚在机场和裴松同志顶上牛了。怎么顶上牛了呢？你不知道，今天田壮达被引渡回国，现在正在机场。哦，这事陈忠诚、周英都不向你汇报吗？哎呀，这些人大事不汇报，小事天天报。鸣人同志，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李书记，你不要误会，不是我不汇报，是我根本就不知道。省里一定在瞒着我们，玉英同志也在瞒着我们。我相信周玉英现在肯定就在机场。李书记，如果我们中江市委的尊严都可以不要了，那我立即撤人。你不用说了，我马上就到。好。哎，东方，注意测试，千万不要说过激的话。好，你放心吧，走，机场。周英同志，你在什么位置？你是不是在机场？你们检查员确认了吗？你跟我说实话，你不用跟我解释。裴松同志，怎么了？怎么会僵到这里？这个案子，田壮达的案子是不是交给省里了？李东方，你终于站出来了，我不懂你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我一个省纪委书记亲自到机场，竟然接受不了一个经济案犯，这种事情从我省建省至今从来没有发生。只有你李东方敢干，这陈忠诚没向你汇报过？这件事情陈忠诚没向我汇报过，周英同志也没向我汇报过，只是20分钟前陈忠诚打了个电话，很紧急，向我汇报了这件事情，我马上就过来了。虽然我心里很不愉快，但是还是为了顾全大局。能顾全大局就好，啊。小华，你等等。
裴松同志，田壮达这件案子是不是交给省里了？省委、省政法委是不是研究过了？做没做决定？如果没有，裴松同志，你不能这样做。你可以按你的方法去办案，你可以不相信我这个市委书记，但是你要尊重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市级组织。那好吧，那我现在请示一下名人同志，看看是否田壮达的案的办案权正式接过来。请你等一下。裴松同志，不要上这个当。我的意见案子不要接，戏已经演起来了，就让他演下去，让各种角色都出来表演一下。田壮达就交给李东方嘛，死了逃了为他是问，案子办不好也为他是问。好的。李东方同志，田壮达交给你了。今天你创造了个奇迹，也打破了一个记录。带人！哎，等一等，带什么人？还让死在你拘留所里吗？周英同志，带你的人行动。李书记，你千万别误会，我跟裴松同学这么做，只是为了更顺利的办案。我没有误会，我只想提醒你，以后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中江的干部。你也是中江市的干部吗？还有这种事情，我不想看到第二次。看我是不是四面受敌啊？要是敌人就好了，开火就是了。可是四面都是同志啊，钟书记、王培松、钱繁星，还有我那个岳父大人赵达公，哪个不是同志啊？是这些情况啊，是我看比我预料的要复杂呀。我说，钟书记不跟你吹风了吗？你就按钟书记的意思，你下来吧，别跟我这儿活受罪了。首长，你也太小瞧我的斗志了。我想好了，陪您继续走下去，我拼到底。那你得做最坏的准备啊。我心里有数啊。陈忠诚啊，不让我放心。周玉英呢，他什么事啊都跟裴松同志汇报。今儿不就差点闹出乱子了吗？说今天田壮达引渡的案子，你跟我汇报一下不就完了吗？何苦让我和裴松同志闹这么一出？首长，直觉告诉我，你把田壮达交给周玉英是交对了。对是对了，但也不能给我添乱啊。那你给省里的头头脑脑添的乱子还少啊？倒也是，倒也是。那好吧，你支持周玉英同志工作，好吧？尽管我不喜欢这个女同志，我也不反对你这个小伙子怜香惜玉。周玉英可不算什么玉啊，那是块金刚钻呐。这金刚钻，没这个金刚钻也不揽这个瓷器活。田壮达，你要顽抗到底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审我还不够资格。谁审你够资格呀？是陈忠诚同志还是李东方书记？你们信不信？只要我开口，中江市和边西省都得闹地震。据这位老支书的举报，平岗镇私下里大吃胡林款，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程度。尤其是那个季福顺，在镇党委会上公开说，对那些乱砍滥伐的要放松搞活。
这材料详实吗？很详实，有许多国家明令禁止砍伐的树木都已经被毁坏了。这里有具体的统计数字，还有收费情况。这胆子也太大点了，竟敢这么违法乱纪！通知林业局，请他们和沙洋县立即查实严处，从重从快，绝不姑息。好，我马上就办。哎，你等一下，把这个材料给带过去。好的。哎，哪一位？周处长，咱们去哪儿？甭问那么多，跟我走就是了。干嘛搞得那么神秘啊？神秘行吗？咱们的行动经常泄密。哎，我可告诉你们啊，这次可是市委李书记要求严查的啊。走走，手电筒都带了吧？带了。这么晚还加班呢？啊。天冷，当心穿衣服。在哪儿突击？没你的事儿啊。上西二环路。注意安全。小童，咱们不去二环了，直接朝东走。怎么也改了？咱们给他来个天兵天将。好的 ，OK。真的？他们走到哪儿了？这个成绩方面就给领导汇报到这儿。当然了，我们也绝不能骄傲自满，是吧？还要再接再厉。季书记，刘领导，我们的计划呢是这样的，就是要争取在2001年1月之前，把林场的树木防护面积再提高0.7个百分点，要力争达到98.23%啊。同时，吴主任，我的意见呢，你看看能不能再努下力，争取达到99%点以上，你觉得怎么样？季书记，市林业局的周处长他们什么来？不可能吧？呀，周市长，怎么的？来，坐，你怎么打个招呼呢？是检查工作还是顺路来看看呢？对，顺路来看看。怎么不欢迎吗？怎么不欢迎呢？我安排饭吧，刚才。哎，不用啊，别做了我们也不会吃的。那好，那是周处长，你是不是太忙了？这样，我现在马上跟你汇报工作，好不好？哎，算了，我看用不着汇报了。林场是在荷塘村吧？咱们现在就到那儿去看看，你们带路吧。啊。周市长喝水。周市长，你别急，我已经让人去叫我们林场的护林主任了，马上就到啊。哎，来了。你找我正和面烙饼呢。不是我找你，是市里的周处长找你啊，汇报一下护林工作啊，快坐。周处长，季书记，那我们就开始。这个林场护林主任来补充啊。好，我补充。我们荷塘村在镇党委、镇政府一贯正确领导下，对环境保护这个基本国策啊，在思想上是高度重视的，在行动上是常抓不懈的，因此也是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的。目前我们林场树木的防护面积已经达到了91.23啊，周市长，就是这些啊，要不护林主任补充一下？周处长，没堵着。来，你们坐。来，你坐。甘书记，我问你，甘四喜、甘秋生、刘同贵、聂铁柱、王洪生这几户是不是滥伐树木的惯犯了？他们在木材批发市场上可是很有名的，别以为我不知道。哎，我问你们，事先你们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啊？我说老甘呐，你要跟我耍号召，我可饶不了你啊！哎，周处长、季书记，你们这可是突击检查，我就是想藏也来不及啊，是不是？你们别耍花招了，要是没有确凿的举报，我们是不会来的。哎，我可警告你们啊，市委李书记可是发话了，查实严处，绝不姑息。
我看你们这平岗镇是很不太平啊！啊？不是你听见没有啊？说咱们平岗镇不太平，不是这几个人究竟怎么回事？你说说，你说呀，实事求是的说。好，周处长、季书记、刘镇长，我说，这几个人呢，过去的确偷砍过不少木头，啊，是我们管理不严造成的，啊，我们要检讨。不过现在他们都改邪归正了，都到外地打工去了，根本就不回村儿，啊，当然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还是有些小责任的，啊，不是小责任，是大责任。不是你们怎么就不能派人把他叫回来呢？啊？他们在上海、广州，谁给我出路费？是的，现在也太紧张了。就是哎，周处长，用不用到其他村再看一看呢？不去了，我们内部出叛徒了。放开！吓死我了！哎，我说别笑啊，赶快给那个叛徒同志送那个10斤小磨香油，1挂猪下水。没问题。这情报来得太及时了，晚10分钟就他妈完蛋了就。不是人家不在乎东西啊，主要是想给他本家哥哥呢搞一个农转非。哦，那也得办呢。以后求他的时候还多着呢。你真是。季书记啊，刘镇长就在这吃饭再走。吃饭还吃吗？他们的一番心意吗？是。季书记，那个镇上有一个靠卖电器发起来的主儿，想花3万块钱买几根紫檀做家具，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办呢？你这时候你能提这事儿，你这能办吗？你说能不能办？你30万也不能办呢，你再办不把我办进去了呢？不是，那可是3万块钱呐，那前一阵子1万8那不也办了吗？行，今天不说这事。来，继续留着，再喝点。没事。我差不多了啊。有情况。怎么，周老太太他们又杀回来了？他们车又进村了，属于怀马枪。咱们村的那几个回来没有？还没，他们还在山洞里躲着呢。我给你们先打个招呼。来，季书记、刘镇长，咱们喝。喝。我问你，你们这个村口是不是有人放哨啊？季书记，今天我们可是在一条战壕里啊。那两回事。我收罚款是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大事儿，你呢？你收的罚款都干什么了？不都吃喝了吗？一天到晚啊，你们醉醺醺的，我就没见过你们清醒过。刘市长，季书记，这些年你们2位领导也跟着没少喝呀。老看老聂，我跟季书记俩一来，你们就给我们上了1块8啊！你们平时喝什么酒啊？啊，起码是老窖。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事儿，我告诉你。是。老甘和老聂，我告诉你们，我觉得刘镇长批评的非常对，啊，你们的工作就是落得不实，全是花架子。如何有效的控制乱砍盗伐，是不是？后山村就有很多经验吗？啊，为什么不学习啊？啊，就是重视不够。说你们，呀，周处长，你怎么又回来了呢？说啊，继续说。不，我正在批评他们呢。他们呢，天天就这么吃，你看看，这吃的，你看，你看。我不看了，还是你出去看看吧。看什么呀？走吧。哎，周处长，呀，不是，这哪来的木头？这是啊？这得问你呀，季书记。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不错，你们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呀，啊？知道我的外号叫什么吗？双枪老太婆。没点跟你们打游击的本事，我这处长就别当了。
不是周处长，我确实不知道这事儿。你行了，季福顺同志，就不要再狡辩了。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交代问题，争取组织上的宽大处理。啊，明天中共山阳县委会找你的。撤。季书记，咱们这机警怕是没戏了吧？何止机警啊！咱俩也没戏了，那都调到基本国策这口深井里去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这一把手，你总得拿个主意呀。拿主意，回去吧，开个会吧，讨个头。这么晚了，还开什么会啊？季书记，咱们接着喝吧。今日有酒今日醉，别管明日刀砍头。行了，出来，出什么出？你把今天这个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季书记，我连夜排查我们村里的叛徒。我说的不是叛徒，我说的是木头。我只知道有3个啊，怎么一下变出这么多来了？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收了多少黑钱啊？啊，你自掘坟墓也把我往坟坑里推啊？全耀，你看见没有？咱们在上面开了个口，他们就在下边挖了个洞，墙他妈都给我挖塌了。行了。趁着咱俩还没下台啊，回去召开个党委会啊，调整荷塘村的领导班子，把他们俩全都给我撸了。这胆子也太大了。哎，你怎么又看我？您先喝点水，他一会儿就来。哎，好，谢谢啊。哎。怎么了？哎，你可回来了你。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我这不跟你汇报思想吗？汇报思想？你那肮脏思想得向沙洋县委汇报。县委我是指不上了，我现在全靠你了。哎呦，姐夫，别弄得跟个丧家犬似的啊！我这不正帮你操作呢吗？是，要不我咋又来了呢？哎，小杨啊，我写了份检查，是关于这个对基本国策的认识，我个人觉得挺深刻的。怎么着，姐夫，还想发表啊？发什么表？哎，要不我寄给李书记吧？你瞎说什么呀？狗急跳墙啊你！你怎么净往枪口上撞啊？季书记，你好歹也是个一把手，挺着点儿。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巍然屹立傲苍穹。我现在傲不起来了，我和全友全都被停职了，这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哎，我那稿子呢？哎，我说，你赶快找找贺市长啊！我俩现在是停职检查，一旦处分下来了，找谁没用啊？我看你啊，就别钻营了，你是知法犯法，找谁也没用，不说罪大恶极，也是罪有应得。我看撤职是轻的。哎呦，姐姐，你怎么在家也这么讲原则呀？多伤感情啊！像咱们老季同志这种政治小动物，当上一把手多不容易啊！该帮忙咱得帮。哎，姐，我去找找贺市长，你找找李书记，咱们双管齐下，死马当活马医，说什么也得挽救老季同志的政治声誉。要去你去啊，我丢不起这个脸。不是你以为我愿意丢这个脸呐？我不是没有办法吗？那华建社给我们拉下几千万块钱饥荒，我们的老干部看病吃药的钱都没有，农中的老师1年都没发工资了。我不这么干，我怎么办呢？干不好你不干呢，那你不能铤而走险去犯法呀！我是一把手，我得负责任，我不能不管下边死活吧？你看你还嘴硬，我看撤你都是轻的。你这个人我……哎呀，你们少说2句吧，别吵了。沈经理，季书记，告诉你们啊，我灵感来了，姐夫，你得翻案。翻案？你不说我那个检讨不深刻吗？检讨再深刻他也没用啊，得翻案。文章我来做。哎，你知道市委有个叫内部情况的刊物吗？哦，我知道。
专门发暴露问题的文章。你呀，就跟我好好谈谈，咱们就从几千万的饥荒开始说起。我给你发一篇，来自平岗镇的报告，贺市长、李书记都能看着，到时候你就好说话了。袁小杨，你看人小杨啊，他就是有正事儿。小杨，我告诉你，我开始给你汇报啊，我从头说。哎，等，不，姐夫，你听着呀。我是得从头说。你听着呀。啊。咱们最好把那个刘镇长也找来，公事公办的谈透了。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你现在能找着他吗？我找不着他，我呼他。让你去平岗镇当镇党委书记，啊，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吧？啊，级别上不还给你提了半级吗？白县长，如果组织上一定要我去平岗镇的话，能不能工资奖金由县里发，行吗？这不太好办呐。白县长，你可别说我有情绪，我要犯了什么错可以当面批评，可以处分，这整我可不行啊。小李啊，你怎么能这样想问题呢？啊，这怎么是整你呢？既然组织上不想要我了，干脆在县里把我开掉算了，何必弄到平岗镇转移到手续呢？那平岗镇成西伯利亚了？啊？季福顺、刘全友不是一直在那儿干着吗？这次不出国策事件，县委也没考虑过要动班子。这班子最好别动，没人去喝西北风。喂，那就这么说定了啊，50%的回扣啊，好，就这样。这写的太好了，这那个沈局长，你这把我们这心里话都给说出来了。这政绩工程啊，它害死人呐！哎呀，我都被感动了。不是没想到啊，这我跟季书记俩原来还这么高尚啊！什么叫妙笔生花？这回知道了吧？就是把那死马呀吹成活骏马。哎，吃饭了啊！不是，太感人了。我说你们俩倒霉蛋儿，别看了，吃饭了啊！哎，我说小杨啊，这可能是你写的最好一篇文章了。哎呀，一般般吧。哎，你说按文章上的说法，我们不但不应该撤职，还应该奖励。哎呀，这不过分吗？只要你们俩说的是事实，观点不要你们负责。李书记、贺市长不会嫌我们认罪态度不好吧？你搞错了吧？这是我写的文章，不是你们俩的检讨。来吃饭。是，姐，这俩是菜啊！你也真干得出来？我为你们家倒霉分子都忙活一天了，你就给我吃这个？哎，你就凑合着吃吧。我的大小姐，全当访贫问苦了。哎呦，小气鬼呀，连肉都没有。沈局长，要不我现在上街给你买几个烧鸡去。哎，不，开玩笑。等你官复原职以后，想着给我们报社赞助点兔子就行了。这你放心，那你得说话算话。包我身上。我真是为我自己感动啊。